我们今天首先要来上，其实有2个单元，一个是怎么样准备 slide， 然后一个是怎么样准备 presentation。那我们先讲前面这一堂课，我们先讲怎么样准备 slide。那其实有一些东西，我当然只能讲原则的东西。OK， 我可以直接跟你讲，如果你今天跳掉那一些东西，我会 OK case by case， 我会跟大家提醒，这是 optional。可如果我没有写 optional 的，就是你跳那个东西，你一定是报的不好，不管你报什么样的主题。你没有讲那个，你后来你就 realize 到，你没有做到那一点，你就是跑得不好，没有例外。OK， 对，所以我们先讲怎么样准备 slide。那这边是一个很 typical 的 slide 的编排，那上面会有 title， 基本上 title 很简单，我们就是讲这张 slide 究竟在干嘛。那这 title 呢，不能够超过2行，我在这边直接限制，至少在这一堂课，你回去你就听你老板的，在这边就是不能超过2行，超过2行就不叫 title。你什么东西都可以写的比较简单一点 ，right？ OK， 你如果不知道怎么写的简单一点，你就叫 ChatGPT 帮你改的简单一点，然后你就可以看到有不一样版本，它永远会 surprise 你。OK， 好，那 title 是这个样子，然后还会有文字、图片、影片等等。那其中一个这边挡住的，这边有一个 reference，OK， 你总是要 cite 这个 reference。那我们先从最简单 reference 开始好了。同一篇文章，它其实在不一样的期刊上面，它的 citation 的 style 都不一样。OK， 它有很多不一样的 format。那我们的 slide 上面一样是要 cite reference， 这件事情其实很重要。如果你今天讲某一个人的东西，然后你底下没有 cite 他名字，当事人就坐在底下的话，那他会疯掉，好吗？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要 respect，要给他 credit。OK， 你今天讲到他的东西的时候，你是要说，这是谁发现的？这尤其在国际的场合，或是你今天出国开会的时候，更有可能会碰到那个本人。OK， 对，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在我们的 slide 上面去做 citation， 然后不需要 cite 这么多的资讯，我们因为这不可能写在这右下角这一小块的地方，所以我们要用最 limited 的 information。那没有标准答案，但是我只跟大家讲我通常怎么 cite。OK， 那如果今天是一个作者的话呢，我们就会那一个作者的 last name 就是他的姓，然后这个 journal 的缩写，然后跟他哪一年发表。那你 depends on 那一个我在讲的那个主题，再搭配这一个，你去 search 一下，都会 search 得到，不可能 search 不到。OK， 我试过很多次。如果今天有2个作者的话，就是第一个作者 last name 跟第二个作者 last name， 然后期刊的缩写跟 year。那如果是2个，通常 case 现在都是2个作者以上，就 last name at all， 就是 at all 就是拉丁文，就是 and others 的意思。然后 journal 的缩写跟 year。那现在就会碰到另外一个问题 ，last name， 我们亚洲人你容易辨别得出来什么是他的 first name， 什么是 last name。可是有的时候你可能是欧洲或别的国家的人，他都什么 Vasky 什么 Vasky， 你就不知道，有时候会很容易猜出来他的 last name， 这样就很没有礼貌。所以教会大家一个最简单、最不会错的方法，我们需要这样子的 ，OK， 标准答案，那就是什么？你就直接去他的 PubMed，PubMed 不会错。OK， 我们所有的 Gold Standard 都是 information PubMed 里面的页面上面就是不会错。那比如说你搜寻到你要cite那个 paper， 然后这个地方呢就是它的 journal 的缩写 Nature Communication 说，这是发表的那个年，然后呢他会把 first name 写在前面 ，last name 写在后面，所以在后面这个呢就是它的 last name。所以如果有这么多的作者在这个地方，我们就会是红 et al Nature Communication 的缩写到2018，就会是这一个 paper 的 citation， 就不可能会错。OK，如果你今天我上次有教会大家，如果它有很多不一样的 style， 你这边按一个 cite， 它也会跑出来那些东西，可以直接贴上，那个是绝对就是对的。对 ，OK， 其实有的时候那个软体 always 还是会有一些错误，它可以帮你排了很多顺序，但是最后我在 paper 要 submit 出去之前，其实我都会做这件事情，就保证它是对的。OK， 是我要的这一个 style。OK， 所以 reference 我们很快的解决，这个是我推荐的一个 citation， 你可以用你的方法去 cite， 但是我这边没有限定你一定要怎么样，但是 maybe 你可以 follow 我这种方法。OK， 好，那要用什么样的字体呢？其实上面这几个也没有标准答案，上面这是一般来说大家觉得在 slide 上面比较好呈现的底下这些呢适合在纸上面印出来看，somehow我不知道原因是什么，它不适合在 slide 上面看，就看得不爽，看得不顺。OK， 上面就看起来比较顺。OK， 那这些字体呢，它的粗体跟我觉得中间这个还好，但其他的粗体跟它不是非粗体 regular， 其实差异是比较大的，所以这些也会在 slide 上面会比较容易呈现。
那字体呢，要用多大的字体呢？你今天是可以用，我觉得至少要14、12 roughly 也可以，然后到最大，然后 reference 你可以用12，OK？那这边到44，不要太小，太小就是后面人看不到，也不要太大，太大就是很丑，很没有美观，那就全部都这个就很丑，对，所以你自己要去掌控一下大致上的比例，不要太夸张 ，OK？ 但是不能让人家看不见 ，OK？ 然后呢，要避免我们都是要用英文来放在我们的 slide 上面。我们今天可以用中文报告，但是上面都是要用英文，不要用全部的都是这个大写去呈现这件事情，因为你觉得你在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是那个重要的事情大家根本懒得去看。OK， 你就不会去看这些，就没有人会去 avoid using， 就不会有人去看这个事情。你看到你就懒了，它就不是我们平常念的那种方式。你要让底下的听众很容易就 catch 到你今天要呈现什么东西，不要这样子。OK， 好，然后呢，用什么样颜色？今天白底黑字是一个最 safe 的做法，它的 contrast 一定是好的，或是黑底白字，这个是我自己很常用，因为我们实验室用了很多荧光显微镜，很多活细胞的影像，所以用这个东西去呈现，我觉得会是非常适合去呈现那样子荧光图的一个方式。所以如果你今天去看到很多海报竞赛，整个海报都黑黑，很浪费墨水，那个通常就是我们实验室的，但它呈现的方式就很好。对 ，OK， 好，那也有一些人这边不是非常清楚，这个头已经没有这么好。有些人是喜欢用蓝底白字，但最近比较少了。我那个年代的老师比较多人是用这个方式，我不知道为什么。对，但是 somehow 这也 OK， 它 contrast 也是好的。那有一些东西的颜色搭配组合呢，其实是不好的。比如说红跟绿的组合 ，OK， 比如说这样不是因为丑哦，而是因为其实我们生活中有非常多的红绿的色盲。你们今天看过去觉得还 OK， 可红绿色盲看过去是这个样子，他从头到尾都不知道你在讲什么。你在那边讲什么？他就是看不懂，他就看不到。OK， 我们还是要顾及。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在投稿的时候，他也会叫我们不要用纯红跟纯绿，你就会用 pink 或是紫色或怎么样用其他颜色去代替，就不要用 avoid 去用那些红跟绿的这件事。我以前有过被要求就全部要改，那后来就好像没有碰到这件事情了。对，但是对我们在 slide 上面比较容易改，我们不要用这个。第一个它也丑第二个就也很多人会看不懂。然后还有其他的组合，这也是很糟糕的。那通常来说，我们对这个颜色的，我们不是专业的，我们不是艺术学院，所以对颜色的搭配，我们就不是很有 sense。那怎么样简单？我的教都是要大家最简单、最 safe、最不会错误，就去把你的 slide 用黑白印表机印出来。如果印出来它的 contrast 是很低的，那就表示你的 combination 是糟糕的。如果印出来你就是每一个你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就是 OK 的，好吗？可以用类似这样的方式去很快速的去check 一下你的颜色这些搭配 ，OK？ 那 title 我刚才提过了，不要超过2行。你今天就是要讲清楚的写出来这张 slide 在干嘛，然后呢要写有意义的 title。这个我们到时候可以做更多的练习，我们很难就今天就直接，比如说你有的时候会 treat 一个药，这个药呢其实是或者某一个 gene 它会抑制了 tumor 的生长或怎么，它其实是一个负向的调控，你就不要写 the role of that gene on tumor， 你就不知道它是正向还是负向，你就直接讲它是负向就好，好吗？就跟大家讲那张 slide 在干嘛 ，OK？ 那这些的内容呢，所有的内容就是 follow 一个原则，这边的地方就是要让你的听众永远都在听你正在讲的那个 part。如果听众没有在听你正在讲那个 part， 你就 fail。如果一个 talk 里面，我觉得你有2到3次你在讲什么，其实他在看slide，他不是在听你讲，那我不觉得那一个报告会是一个好的报告，而且也不需要你的存在，我直接看slide就可以了。OK， 所以你的设计，所有的设计都是要 follow 这个最高的原则，就是你要让你的听众永远 focus 你正在讲那个 part。OK， 比如说像我现在在讲，我就用动画的方式在跳出来这件事情。比如说，然后呢，这些后面的所有，你们中间如果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问，哪里听不懂，我可以举一些更多的例子。比如说这个设计，所以我们所有的设计呢，都是要 fit 刚才提到那个，要让你的听众永远 focus 你在讲那个 part。
OK， 第一个，你的文字不能够超过2行，因为就没有人会去念。你看到这么多字，你就懒了，你就不会去念。而且我们不是在这个地方要示范，找一个人来示范念这些英文给你听，没有，我自己就可以叫电脑念给我听了，我自己就可以读了，我不需要你来念给我听。OK， 那我就直接看你的 slide 就好，我就要找几个 keyword 写在上面，顺便当成是我的小抄。那我要讲解给你听，我这个地方要讲什么，而不是我在那边念给你听。OK， 好，所以在这个课堂上面，你的所有的文字都不能超过2行，然后你的字体又要大于14，所以你就会受到种种的限制，最后你就是不可能写出这样的东西，好吗？好，然后呢，一个 slide 里面，你只要不要很贪心的要去呈现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东西，你今天就是呈现主要1个点或是2个点就好了。因为这个不像以前我们那个年代所谓的投影片，你们可能没看过，它是真的有一个透明的膜在那个地方，然后摆在那边，然后再打出来光。那个要买，你还要印嘛。然后我们以前那个我的老师的年代，还是要自己再跑出来一个很多投影片，然后一张一张就放上去，再放上去，再放上，然后一张再放下来。那个要买，可现在没有，现在都是 PowerPoint， 你多加一张 slide 不会加更多的钱，好吗？所以你的每一张 slide。这张 slide 就是只能够讲1个点或者2个点，不要讲一大堆的点。OK， 这样子大家会搞不清楚你这张 slide 究竟要讲什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slide 上面一定要让大家一看过去，我就大概知道你这张 slide 要讲什么，而不会是你今天讲这个还讲那个。如果我今天看你的 slide 看不出来它是，我也不觉得你的报告会多好。OK， 好吗？好，比如说我们很长的时候 ，Figure 1。他在讲的地方，我们常常就是它有 ABCD 图，很多我们的图都是这个样子。然后呢，它这个地方是要讲 EMK1 这个 gene knock down 的时候，它会抑制 lumen formation 在 NDCK cell 里面。OK， 然后他就讲了很多很多 ABCD 图，然后有这些事情。这个就是一下子塞了很多很多不一样的 information 在这里面。第一个，他这边介绍 EMK1 的 knock down， 他就把这边这 control knock down 以后 gene 表现掉下来。这边我觉得怎么会是 knock out？这边应该是 knock down， 它的基因表现就会掉下来，蛋白质表现掉下来，染色也会掉下来。染色掉下来以后，它跟 collagen 就没有 overlap 在 2B 的时候。然后呢，它的 junction 从侧面看也会有很多的问题。然后最后它的从电子显微镜去看，它本来上面有 microvillus 的就没有 microvillus。OK， 这是 EMK1 knockdown 造成影响。不要这样做，你应该要做的是什么？你先把这个东西解下来，然后放大，用一张 slide 去讲说我们今天用了哪一些方法。验证了 EMK1 是真的在这个系统里面可以 knock out 或是 knock down，OK， 然后在下一张 slide 呢，那我们再来看它会不会跟 collagen 会 overlap， 就看起来是这样。在下一张 slide 在这个，在下一张 slide 才是这个。不要一次就秀所有东西，这会有一次秀所有东西出来会怎么样？第一个，字体很小，你在后面可能看不清楚。第二个，我今天在讲这个地方，你已经在看，这个 junction 很漂亮，已经在看别的地方，你就不会看我正在讲那个 part。但是如果我今天第一张 slide 就讲这个，你根本看不到后面 slide 啊 ，right？ 所以你不可能会去看到这些东西，你就永远 focus 我正在讲那个 part。OK， 好，但是呢，总是有例外。像这个是我以前10年前常用的一张 slide 去介绍 primary cilium 这个凸起来的结构，你就可以看到它有很多的元素在这上面，非常非常的乱。但是它其实还是有一些呈现的方式，我这边就很快的示范一下。So in case you are not familiar with the primary cilia, let me briefly introduce it. So these two are SEN and the TN image of the primary cilia. As you can see, primary cilia is a hair-like structure protruding from apical surface of the cell. The size of primary cilia is rather small, usually just a couple micrometers for its length. Structurally, it's composed of the microtubule bundle called the axoneme, which extended from one spatial structure called the basal body. Cilia membrane continues with the proximal membrane, and the cilia lumen connect to the cytosol. There are many signaling receptors concentrating on the cilia membrane and who are responsible for different signaling such as Wnt, HRP, TGF-alpha signaling, and many others. If this tiny organelle dysfunction, human being won't be able to see, to hear, or smell. It also leads to a lot of organ abnormality, obesity, and even certain cancers known as ciliopathies.
所以这个东西呢，其实它有一个方式是可以，为什么要这样设计？是因为它是可以去告诉大家说，我今天这个是 TEM 的图，然后其实放大来看里面的结构是这个样子，然后它又有什么样的 signal， 它是有前后关系的。但是呢，我可以藉由动画的方式让你 focus， 永远 focus 我正在讲那个 part。那你也会知道说，我的卡通图呢，在画这些其实就画这些图。OK， 有真实的影像的这些事情，然后它又跟很多 disease 跟这个是有关系，你就可以很快速的用英文，可能我的英文发音不够好，你也不见得会听得懂每一个字，但是呢，你可以借由我的动画的方式，就会 catch 得到，比较容易 catch 得到我真要讲那个 part。OK， 类似这样的方式是一个可以这样一张 slide 里面，虽然它呈现很多的，它是给大家一个 overview， 但是你今天还是会 focus 我正在讲那个 part。OK， 那这个图呢，我今天不是用什么特殊的软体画的啊，我就是用 PowerPoint 画的，然后也没有什么绘图板那些东西，我觉得今天就是用滑鼠画的。OK， 那滑鼠画的其实非常非常简单，就是要大致上玩一下。所以我接下来因为我喜欢用黑底的，所以很多时候你那个图片不这么容易找，所以我现在在教会大家，希望分享一下我今天在准备那些图片的时候，什么是透明底，然后就可以比较专业的图片，好吗 ？OK， 好，比如说如果今天大家有养过细胞的话，有一个容器叫 Flask， 它是一个透明的盒子。那你要怎么画那个 Flask 在 PowerPoint 上面？我通常来说就会先去 Google 上面，然后打 T15是它面积150 centimeter square，OK，然后 Flask 这个就是这个东西，它就跑出来，这个就是养细胞的这个东西。那你就找一个你喜欢的那个图片，因为你不可能这样拿着直接这样描，那个太厉害，我做不到，好吗？所以我就会找一个我想要呈现的方式，然后把它抓下来以后呢，假设这一个放在这个，然后我就照它描。OK， 比如说这个地方，它有很多绘图的这些东西，你就可以常常去玩的人，你就会，就是照着描。我现在用触控板，我也可以做这件事情，好吗？就可以照着描。那你也可以画动画系的。Again， 其实现在有很多 AI 是可以做这件事情，但是我现在somehow就是一直用不顺，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它没有符合我的需求，或者我有时候说给我透明背景的图片，它就一直死不出来。我不知道你们用什么 Nano Banana 或什么时候会不会有这个状况，很想把它掐死的那种感觉。就现在我还觉得它不是这么符合我的需求，所以我很多时候还是自己画。OK， 就类似这样子，然后你可以用很多这些不一样的功能呢，最后就可以画出来这件事情。我今天就不要做太多示范。然后这个就是我当初很早以前画的一个 Flask， 然后上面你还可以画一些反光细胞啊 ，Nothing Scale。OK， 我们就可以这样画出来，然后 Medium 画在那个地方。然后这个也是我在 paper 上面就直接用 PowerPoint 去画这些东西。那这当初也是某一个图上面，我觉得这个这个老鼠头呢是我想要去呈现方式，但是我今天就可以换毛色，我今天可以换眼睛，我今天可以换胡须，最后它就不会有 copyright 的问题。我今天可以换它耳朵的 style whatever， 它就最后不会有 copyright 的问题，然后就可以画 exactly 你要呈现的方式。OK， 这些全部都是 PowerPoint 画啊，这个是我最近要投稿的 paper 上面画的，我是在写一个 review， 然后就画这大部分有一些是 BioRender， 我等一下会讲画的，然后我现在很多搭配 PowerPoint 跟 BioRender 一起画，然后很多这些东西其他就是 PowerPoint 画的。OK， 像这个 Promethea 里面这些都是PowerPoint 画的。那还可以做什么？这个是我博士班的时候画的，我那个时候在做动脉硬化的这些。就如果我们今天吃太多油，我们动脉壁这个动脉的切片 ，OK， 动脉里面会累积太多的油，它就慢慢的会发炎，然后就越来越厚 ，OK， 然后最后呢，这个地方结构会变得非常不稳定，它就破掉。破掉以后呢，它就很多血小板要累积在那个地方，因为怕血流到外面，最后就会形成很大的一个血栓，就会卡住你的血流不过去，后面就会心肌坏死啊等等这些事情。OK， 那一个方式是怎么样？你今天这些细胞，我们把它放大来看 ，OK， 这里面有内皮细胞，有 smooth muscle cell 跟这些 macrophage。那
这些细胞没有办法自己，它累积，它会吃胆固醇，它会生成胆固醇，可是它没有办法自己代谢掉胆固醇。唯一的方法是从血液里面来的这些lipid protein 脂蛋白呢，它会过来这个地方，然后把胆固醇吸走，然后再带回循环到肝脏去代谢掉。就变成说这个东西，你今天可以让大家慢慢 focus 到，其实我那个时候研究只有 endothelial cell， 我们就可以慢慢 focus 在它 exactly 设计给我的报告去使用做这件事情了。OK， 那我觉得如果你认真看待报告这件事情，图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会花很多的时间呢来快速的去讲一下我怎么样去画这些图，怎么样准备这些图。OK。好，那还有一些这些全部都是免费的，就是说你今天要几个 icon， 比如说有一个小青蛙在那边，或者一个铃铛在那边的那种简单的那种图片，这边都可以搜寻到 flag icon 啊，或是这一些东西都可以，它都是免费的，你就可以下载。你今天要什么颜色的 icon， 你要透明背景还是什么什么，全部都可以跟动 ，OK。然后如果你今天比较喜欢可爱 style 的这些插图呢，这个是日文的网站，就是插图网。它今天是可以用汉字去搜寻的，然后也可以找到很多这些东西 ，OK？ 那我自己，这个就是找到这个不是晋级的巨人，这个就是 muscle 全身的 muscle，OK？ 然后还有细胞核跟内质网，然后还有不一样包茎。我只能跟大家说，这个不是我的 style， 太可爱了，对，但是如果这个是你的 style， 你就去用，可以，这个 depends on。那另外一个我之前找到的是这个 Smart Sphere。OK， 它里面呢有超级多 PowerPoint 的 element， 然后就画这些东西全部都是可以直接用到 PowerPoint 上面，然后你今天可以换任何的颜色 ，OK， 然后呢就去这个网站，然后它最佛心的还是什么？它当然有不一样的 cell biology、medical 的这些东西，或 general item 或什么，有点滴啊或者轮椅啊，全部都有，然后还有一个最佛心的时候 ，download all slide set。一键可以 download 所有的 slide，OK， 它给你的就是 PowerPoint 档，然后你就可以直接用 ，OK。比如说这是一个digestive system， 就是消化系统，它里面这些所有东西都是可以拆开来的，还可以套不一样颜色，你可以也看看人家怎么画 ，OK。你今天如果要小肠啊，或是大肠啊，或是脾脏啊等等，或是肝脏啊等等，你全部都可以拆开来用 ，OK， 非常非常的方便。那另外一个大家很常用的还有什么 BioRender，OK， 现在也是大家很常用这个 BioRender， 然后这边就你可以 search 很多的这些简易的，比如说 virus 啊或者什么 bacteriophage 类似这些东西，然后它就会直接可以在右边这个图，然后就可以弄来弄去。然后它的 membrane 其实我比较喜欢用它 membrane 这个功能，它就可以直接画成不一样的曲线。OK， 好，那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 PowerPoint？我不确定是哪一个版本之后，反正这近几年来的版本都可以。这边有一个 3D 的 model， 你就是按一下，然后就直接 link 到它的 search 的这边会有一个 search 的栏，你就可以开始 search。然后这个全部都是 search 得到，然后它是一个立体的元件，你是可以随意转，然后甚至你今天也可以在你的 PowerPoint 上面去做任何的动画，就这样左右一直摇来摇去都可以。OK， 好，那还有一个我们在生物领域的准备 PowerPoint 的时候，甚至准备很多的这些 PowerPoint paper 上面的图片的时候，我们有几个选择，一个是什么？画卡通的图，比如说这个有一个 protein 叫 NUMS， 我们最近在研究的。然后呢，它是一个 transmembrane domain， 然后呢它底下还有一个非常长的所谓的 anchoring repeat， 然后连着一个细胞骨架叫 microtubule，OK， 然后呢，你今天如果刺激它以后，它就打开来，很多的阳离子就流进来，类似这样。那你当然可以画这些东西，但是这个就是就比较简单一点。但是你有别的选择 ，OK， 就不见得。我们今天是可以背上它的 3D 的 structure 去画成一个是有比较专业、非常看起来很专业的一个图 ，OK。比如说我最近在投国科会的计划呢，我就是用它的 3D 结构去画一个图，最后我画出来是这样子。就这几个呢，它其实是一个 tetramer， 所以呢它里面是这样绕来绕去，然后这个地方是 anchor repeat。这个投影机的蓝色呈现的不大出来 ，OK， 然后这个 transmembrane 的区域，然后它里面还有不一样 domain， 然后底下连的 microtubule 其实 size 是这个样子，根本不是这样 ，OK， 它完全不是画在正确的 scale，OK，
OK， 你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呈现啊。那这个要怎么做呢？当然有很多更专业的软体可以去帮你做很多不一样的。我现在教会大家的是简单的 ，OK， 我也只会简单。我今天不是在做structure biologist， 我不是在做 structure， 但是我还是可以用这些网络上面的全部免费的方式去画这些图 ，OK？ 怎么做呢？第一个你要先去这个 PDB Protein Data Bank 的这个网站呢，然后呢去 search 一下你今天你在研究的那个 protein， 看它有没有已经 available 的 3D 的 structure。有的时候可能不是你那个 species， 它可能是别的 Drosophila，I don't know， 就不一样的物种的，但是无所谓，总是有总比没有好，总是比你画那2个圈圈好 ，OK？ 那你今天去找，比如说我刚才提的那个 NUMC 呢，它就是已经有人做是在 Drosophila 上面，因为它在 Drosophila 跟 human， 其实这个 protein 没有 human， 它本来就只有在 Drosophila 上面有 ，OK？ 那你就可以看到它已经有人解出来结构是这个，然后我们这边要得到什么东西？是这个4个字的这个 number 5VKQ， 这个是它 PDB 的一个 ID， 我们要得到这个 ID，OK？ 然后呢，我们就回到 BioRender， 然后 BioRender 它左边这些 window 里面有一个 PDB 的这个地方，点了进去以后，然后你这个 PDB retrieve 把它点进去以后，它就可以，它就让你可以 search 这个地方，你只要打这几个 ID 的 number， 然后 load protein， 最后它就跑出来这个立体的结构这里。然后在这个 window 里面呢，你就可以移动任何的你要的角度，你想要呈现的角度 ，OK？ 然后还可以呈现说你要不一样的 style 啊怎么样，然后什么样的颜色，然后在外面要不要加粗体啊怎么类似这样，然后最后你今天要不要打它的阴影啊还是怎么样？这个已经是非常非常简单，就是按一按，看你最喜欢哪个方式 ，OK？ 对，那这个就是最后几种方式，比如说我们今天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呈现，它是 hexamer， tetramer， sorry， 所以它有4个在那边缠绕起来，然后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然后也可以用它的 3D structure 的，然后这个是 microtubule，OK， 都可以 depend on 你今天的方式，然后是用 BioRender，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简单，可以去马上画出来一张图的一个方式 ，OK？ 不过不是所有的 protein 都在 PDB 网站会有 available 的 3D structure 啊，比如说我今天在研究的其中一个，这其实是我们 engineer 做出来一个东西，就是自然界里面没有这个 protein， 然后呢，我们今天把它截取了一段，然后乱接跟别人接在一起，最后它会有我们想要的一个功能，这个是它的氨基酸。你研究它，你总是知道它的氨基酸序列吧 ？OK？ 那其实呢，现在based on 这些氨基酸序列，那些科学家已经based on 这些发现，已经拿到诺贝尔奖，我们都可以用AI 的方式呢，可以 predict 出来它的 3D structure， 就是用这个 AlphaFold Server， 你只要登录你的 Google 账号呢，它就可以每天可以用个，我不是很确定，但是每天可以用个10几20次是没有问题，免费的 ，OK？ 那你就进去了。登录以后呢，进去以后，然后呢，在这个地方你可以 input 放进你刚才在研究的那个 amino acid 的 sequence， 然后这边你告诉他是 protein， 那这个地方呢，你可以跟他讲，你今天是一个 monomer 还是 dimer 还是 trimer，OK， 或是 tetramer，OK， 这样子你可以直接在这边打 copy， 它就会自己去帮你组合怎么样是最reasonable 的结果。那这个，然后你就开始去submit 出去以后呢，最后它就会有一个，这个是我之前做的 ，OK， 然后今天早上我就做了这个东西，然后进去以后，这就是它 predict 出来的 structure。那你可以看得到它这边有可信度，如果今天是红色或是黄色，就是可信度最低的地方。紫色或者蓝色就是可信度比较高，所以它如果今天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 secondary structure 在那个地方，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地方的结构是比较可信，这个地方呢就没那么可信。OK， 它会告诉你这些，你在这个地方也可以转来转去 ，OK， 但是它就没有办法让你直接放到你的 PowerPoint 里面，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先 download 下来，选这个地方 download， 然后 download 以后你会看到一大堆档案，那它其实会给你几个不一样 predict 的 model， 其实我眼睛看过去没什么差别，但是就有不一样版本，我通常就选0的那一个 ，OK， 第一个版本，然后它是 CIF 档。其实 3D 的 protein 呢，它有很多不一样的档案 ，CIF 档是其中一个。那
我们要把它丢回刚才的 BioRender 去做后续的处理 ，OK？ 但是 BioRender 说它是可以 upload CF 档，但是somehow我每次上传它就一直错误，所以我们要把它转成 PDB 档。PDB 档就是你在 PDB Biobank 那个地方，你其实也可以下载那个 PDB 档 ，OK？ 那我现在用的这个 UCSF 这个学校，它开发 Chimera X 这个一样也都是免费的软体，把它 download 下来 ，OK？ 你可以去这个网站就把它 download 下来。然后呢，这个就是它网站，这个开了以后。Mac 跟 Windows 都有，然后你就直接把你刚才那个 CF 档就直接拖进来这个地方，你就可以开始看得到它。其实这个软体也蛮好用，但是你今天要花一点时间去学它怎么用。它也可以转来转去，然后它也可以画你今天要什么样的 style 啊，怎么怎么打光啊，这些都可以。甚至你今天可以 mark 说我这个地方要着什么颜色，我这个地方要着什么颜色，但是它的功能就有时候没有这么样的，我觉得有点阳春，但是也是一个可用的方式，没有这么困难。OK， 然后你在这个地方 File 选 Save， 你就可以你要选这个 PDB 档，可以取你的名字，然后存在你要这样，然后再把你的 PDB 档放到这个 Upload PDB， 这个是 BioRender 刚才这个 PDB 的 icon 里面的 Upload PDB， 把它拖进来以后呢，然后最后你就可以得到刚才那一个 AlphaFold 所 predict 出来这个 structure。那 again 就该 go through 这刚才所有你要怎么样调整，最后还是可以调到你要的角度，然后去做这件事情。OK， 像我刚才的很多的这些，有一张 review 的图，我知道这上面有一些这些 membrane protein 啊或什么，它不是我自己乱画的啊，我就是真的是有看到它有 PDB 的这些东西，然后就把它画出来，然后。你今天可以加一些外框啊，或怎么样，或是加一些这叫什么光晕，然后它在那个地方就会比较呈现，它不会跟其他地方融在一起，就类似这样子。你可以让你的图或是你的 slide， 我觉得在某些方面来说看过去会更加的专业，而且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OK， 那所以我们怎么样准备 slide 呢？第一个 title 不能超过2行。第二个，然后这中间要有一个 good contrast， 然后字体要大于14，然后你的这些内容呢，就是要让你的听众永远 focus 你正在讲那个 part，OK，然后这个 citation 就 lesson at all journal 跟 year，OK，好，